我是闻名都城的茶馆商女，却无人知我还是至高无上的太后。皇帝登基后，我对外宣称在行宫休养，实际却在青鸾村经营着一间茶馆。直到立后大典在即，皇帝要接我回宫。皇帝来之前，我正在屋内安排殿修事宜，一名穿着华贵的女子却带人闯进了我的茶馆小院。听说太后最喜欢青鸾村的果子，是这家吗？这太后也真是性情古怪，宫里什么没有，非喜欢这种乡下的烟趣东西。旁边一名侍女轻声劝慰，她这才定了定心神，环视了一圈茶馆摆设，这种破烂地方，要不是为了讨太后欢心，本宫一辈子都不可能踏进来一步。罢了，天下谁不知皇上是大孝子，讨太后欢心才是重中之重。听到这话，我嘲讽般勾了勾唇角，看来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跋扈女子，就是我的未来儿媳妇。立后大典在即，前几日宫中刚刚来报，皇上今日会亲自来接我回宫。没想到皇上还没来，新皇后却来了。要是我没记错，新皇后是任骑大将军之女江如月。我迈步走出小屋，看向院中站的一行人。江如月青年手帕捂住鼻子，嘴里还在不停挑剔着我的茶馆。太后怎么会喜欢这种烟气地方的果子？看着就糟心。什么青鸾村最有名的茶馆？你看看这周遭环境，哪一点比得上咱们都城的酒楼？爹爹也真是的，非要本宫讨太后欢心，要不本宫才不来这种鬼地方呢。听着江如月的话，我蹙了蹙眉，这印骑大将军江苍怎的将女儿养成了这个性子？江苍与我和先皇自小便在这青鸾村长大，先朝昏君执政，我们起兵为求一条生路，我们三人共同打下这江山，封国号，定都城。先皇去世后，皇帝登基，朝堂安稳，我便再回到了这青鸾村，开了这间小茶馆。江苍作为开国功臣大将军，女儿竟如此跋扈嚣张，我还未来得及开口，江如月便指向在院中跑堂的小二，你赶紧将你们茶馆最好的果子都给我端上来，本宫都站在这儿大半天了，你眼瞎了吗？江如月身边的婢女也赶忙附和，冲着我的小二颐指气使，就是知道这是谁吗？这可是马上就要受封的皇后娘娘，要是耽误了皇后娘娘的大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小二手上正端着要盛给客人的滚烫茶水，一时竟不知要如何回答。我走到院中，冲着小二点了点头，你先去忙吧，我来招待贵客。小二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，赶忙端着茶水跑开了。在这间茶馆中，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除了我的贴身嬷嬷锦桃。得知今日皇上要来，锦桃早早便去了村口等候。如今茶馆中只剩我和这个小二。听到我和小二的对话，江如月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她冲着我打量了几眼，自顾自在院中找了个空桌子坐下。想必你就是这茶馆的掌柜吧？本宫刚刚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把你们店里最好的果子都给我端上来。我冲着已经送完茶水的小二招了招手，小二忙不迭地端上了几盘精美的果子。谁知果子刚摆上桌，江如月猛地一拍桌，脸上满是怒气，你们这些刁民居然敢拿这种不新鲜的果子糊弄本宫！本宫来你们茶馆吃果子是你们天大的福气，你们居然敢对本宫如此轻待！刚刚本宫婢女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吗？你们不知道本宫是谁吗？小二被江如月突如其来的怒气吓到，猛地跪倒在地。我心下不满，但抬眼看了一眼小院的招牌，又安慰自己来者是客，皇后娘娘是吧？我们茶馆的果子都是当日现做，每天卖不完的都分发给了附近村民，绝没有不新鲜的说法。要不皇后娘娘先尝尝，毕竟这果子是要太后喜欢，不是吗？我故意把太后两字咬得很重，想要提醒她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毕竟现在虽然诏书已下，但立后大典还未举行，她这皇后之位还未坐安稳。谁知江如月却不拘泥于果子了，只见她眉头轻挑，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，随即嗤笑出声，这穷乡僻壤的甚是有趣，区一个经商的贱妇也敢跟本宫讲新鲜不新鲜？本宫是皇后，本宫说不新鲜就是不新鲜，哪有你回嘴的道理？还想拿太后来压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区贱妇居然搞不清自己的身份。她的婢女见她不悦，边朝着我走来边开口，你区一介商妇，见到皇后娘娘为何不跪？你转过头去看看，你家小二都比你懂规矩，你一个做掌柜的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？你可知道对皇后娘娘不敬可是杀头的大罪？婢女的手冲着我高高扬起，我狠狠抬起腿，便一脚将她踹飞了出去。开玩笑，当初我可是跟夫君两人一同在马背上厮杀出的这天下，如今虽然我身子因为常年征战得了些旧疾，但区一个婢女也想对我动手，简直天大的笑话。对皇后娘娘不敬是大罪，那对哀家这个太后娘娘不敬呢？江如月啊，江如月，你只打听到太后爱吃这青鸾村的果子，可曾打听过是为何？今天你在哀家的茶馆里大闹，可曾想过后果？听到我的话，在场众人纷纷愣住了。江如月似乎也被我的话吓到，只见她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好半天都没开口。半晌后，江如月似乎是想清楚了，猛地拍桌站起身，好啊，你要不是爹爹跟我说过太后如今在行宫休养，本宫差点就被你这贱妇骗了去。太后和爹爹都是青鸾村人，喜欢青鸾村的果子有什么问题？是农工商，你这个最底层的商妇贱人，居然敢冒充太后！他边说着边站起身，指着我怒吼，来人啊，给本宫拿下这个刁妇！冒充太后，打伤本宫的丫鬟，还对本宫出言不逊，今天不好好收拾他，怎树立我皇家威严？还有这个院中的客人都给本宫一并拿下！听到他的话，我心头一惊，这个江如月还真是蠢得可以，就算是不信，他大可以去查证，可他却不顾后果，直接就想冲我动手。江如月带来的一众侍卫迅速冲进了院子，将我和客人们团团围住。我看着面前的江如月，今日皇上要接哀家回宫，你若是不信，大可以等着皇上过来。听说再过几日就是你的立后大典，你可想过今日这样闹，大典还能否顺利举行？赶紧让你的人退出去，这个院子是皇上亲自布置好送给哀家的，磕了碰了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话音刚落，江如月勃然大怒，你这个贱妇，你还真是骗上瘾了是吧？皇上近日公务繁忙，今日更是因身子不适未上朝，怎么会来接你？要冒充太后，也不知道先去查查清楚。你觉得本宫会信你吗？听到江如月的话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皇上今日出宫接我竟是秘密出行。想来也是，我对外宣称在行宫休养，
养。皇上断然不会大张旗鼓来这青鸾村。院中被侍卫团团围住的客人们早已被吓破了胆，纷纷开口劝我，掌柜的就别再跟他起冲突了，这可是未来的皇后娘娘，听说皇上对这位皇后娘娘甚是爱重，可得罪不得。我们今天就是来喝个茶吃果子，你可不能连累我们啊。确实，客人都是因为喜欢我的茶和果子才来这儿的，我不能让他们出事。我看向面前的江如月，我们之间的事莫要关联旁人，你先把这些客人放出去。见我语气有松动，江如月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，她冲着一旁的婢女抬了抬下巴，脸上尽是傲慢。去，刚刚他不是踹了你一脚吗？去打回来，你是本宫的人，他打你一下，你还他10下，本宫看开心了，自然就能把你的客人们放了。那个婢女本就因为挨了我一脚，心里不服气，现在有了报仇的机会，更是迫不及待。那个婢女狞笑着，一步步朝我走来，我咬着牙一字一句开口：江如月，哀家最后说一次，哀家是当朝太后，是当今圣上的生身母亲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婢女的巴掌已经狠狠朝着我的脸落了下来，啪，跪下！巴掌声和婢女的怒喝声同时响起，我脸上顿时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你这个大胆商妇，居然还敢自称哀家！今日这巴掌打的是你对皇后不敬，对太后不敬，对整个皇家不敬。皇后娘娘按律法处理，今日就是太后来了，得知你不敬的行为，她也不会救你。我直直地站在原地，为了客人们的安危，我承受着婢女一个接一个的巴掌，啪，跪下，啪，跪下，啪，跪下，10个巴掌过去，我的脑袋被打得嗡嗡作响，身子开始不受控制的摇晃，可我依然坚持着站在原地，不让自己倒下去。哀家是当今太后，是先皇唯一的妻子，先皇驾崩，这世上无人值得哀家下跪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江如月便鼓起了掌。好啊，贱妇的贱骨头可真硬啊，给本宫都看乐了，本宫说话算话。来人啊，把这些无关的人都放出去，毕竟也算是本宫的百姓。至于这个满嘴胡话的贱妇，本宫今天倒是要看看她的骨头有多硬。一个侍卫应声上前，狠狠一脚踹在我膝盖后方，我猛地跪倒在地，2个侍卫马上一左一右将我牢牢控制在地。就在这时，锦桃的惊呼声传进我耳中：太后娘娘，娘娘你怎么了娘娘？众人纷纷循着声音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中年妇人从门口匆匆跑了进来，我的双颊已经被抽得红肿，嘴角一缕鲜红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淌。锦桃小跑着跪倒在我身前，满眼心疼地扶起我的脸：娘娘啊，这是怎么了啊？娘娘，我不过出去了半日，你怎么就被欺负成这样？何人这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太后娘娘出手？看到锦桃，我心下一松，强忍着疼痛开口询问：紫渊呢？可来了。锦桃双眼含泪，连连点头回答我的问题：来了来了，皇上已经带着暗影卫进村了，皇上怕娘娘您等急了，差我回来先通知您。娘娘，这院子里的人都是谁？他们怎么敢？怎么敢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，江如月便大步上前，猛地一掌在了锦桃脸上。你们2个疯妇，当真是唱戏唱上瘾了是吧？世人皆道青鸾村人杰地灵，不只是先皇和太后的家乡，更是本宫爹爹的家乡。你们这2个低贱商妇，不过是经营这个上不得台面的小小茶馆，居然在这演上太后了。听到江如月的话，我有片刻的恍惚，这个他口中上不得台面的小小茶馆，是曾经的立国之本。当初先皇和江苍想在乱世之中拼出一条活路，可是马上征战，最缺的便是粮草，而粮草是要用银钱买的。在我们筹谋大计发起兵变之前，我们3人倚靠的便是这间上不得台面的小茶馆。我一手做果子的手艺深得都城贵妇们的喜爱，就靠着这个小茶馆，我们才有了起兵的第一桶金，才有了如今安稳盛世，也才有了如今的江苍的天启大将军之位。想到这儿，我猛地抬头，直直望着面前的江如月，开口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冰冷。江如月，你口口声声自称高贵，自称皇家，看不起哀家的茶馆，你且回去问问你爹江苍，当初他策马扬鞭斩杀敌军时靠的是什么？你不过是投了个好胎，生在了官宦之家，安稳盛世，居然口口声声看不起村妇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的话毫不客气，江如月似乎是气急了，指着我的手都开始发颤。你这个贱妇，你居然敢直呼本宫和父亲的名讳！本宫父亲是先皇亲封的定齐大将军，本宫是圣上亲封的皇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快动手啊！杀了他，给本宫杀了他！听到江如月的话，刚刚被打倒在地的锦桃猛地翻身而起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皇后娘娘，你面前这位正是如今太后娘娘，谁给你的权利对太后娘娘喊打喊杀？皇上已经进村了，马上就到了，你承担得起天子之怒吗？听到锦桃还敢提皇上，江如月的怒气再也控制不住，一把抽出旁边侍卫的佩剑，就朝着锦桃刺了过来。噗呲，剑刃刺入血肉的声音格外刺耳，锦桃胸前的鲜血汩汩冒出，我猛地挣开了侍卫的钳制，跪爬在地，拼命扶起地上的锦桃。锦桃，你看看我，你快看看我，别睡，紫渊马上就到了，他随行会带太医，你坚持住，太医马上就到了。锦桃，你别睡，你再看我一眼。锦桃用尽全力，缓缓抬起手，想触摸我的脸颊。太后娘娘，奴婢卑贱之身，太后娘娘怎可为我落泪？太后娘娘脸颊可疼，都怪奴婢，早知今日不去接皇上了，如此这般，就能护着太后娘娘了。还好来得及，还好这件刺的是我。锦桃话还没说完，手已经重重捶了下去，我终于控制不住，痛哭失声。锦桃自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她不认识几个字，但从小便跟在我身边。新朝建立后，我本想给她个封号，给她划块地，保她后半生无忧，可当时的锦桃拒绝了我所有提议，只安心待在我身边做我的贴身大宫女。比起说她是我身边的服侍嬷嬷，不如说她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。就连紫渊幼时也最爱缠着她的锦姑姑。我猛地抬起头，带着哭腔冲着江如月怒吼：今日之事，哀家定要你将大将军府付出代价，哀家定要好好去问问江苍是怎么教育你这个女儿的。先帝打下来的江山就是这么被糟蹋的吗？江如月，只要哀家活着，你且看看你这个皇后之位坐不坐得住。江如月轻笑一声，猛地持剑朝我刺来。既然这么想演，就跟你身边这个贱妇一道下地狱去演吧。不愧是武将之家出身的女儿。江如月此剑直直朝着我的心脏，我身形一躲，剑刃瞬间刺穿了我的肩膀。江如月拔出剑，正准备刺第二剑时，一个尖利的声音划破了茶馆小院的上空。皇上驾到！声音传来时，江如月远远朝着小路外望去，只见一列明黄色队伍远远走来。
江如月脸上有片刻的惊慌。皇上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他身边的婢女沉吟片刻，凑近江如月耳边笑着开口，定是皇上听闻皇后娘娘来青鸾村为太后求果子了，皇上龙心大悦，便亲自来接皇后娘娘回宫了。毕竟这天下谁人不知，皇上宠爱皇后娘娘，恨不得把皇后娘娘放在心尖上。听到这话，江如月脸上的惊慌荡然无存，反而挂起了得意。那可不，本宫爹爹可是先皇亲封的大将军，本宫与皇上是自幼定亲的缘分，算得上天造地设了。江如月边说着，边朝院内的侍卫们使了个眼色，赶紧把这两个晦气的贱妇拖到旁边去，皇上马上就到了，别被这两个晦气东西脏了眼。动作麻利点，要是惊扰了圣驾，有你们好果子吃。皇上还没到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侍卫已经七手八脚的将我和锦桃拖到了一旁，甚至为了怕我出声，一个侍卫狠狠地捂住了我的嘴。在确定了我和锦桃被拉到角落后，江如月整理好了自己的衣裙，换上了一副温婉的笑容。皇上从轿辇上下来的一瞬间，江如月便迎了上去。见到江如月，皇上脸上有些诧异，思索片刻后露出了了然的神色。想必皇后也是为了太后来此的吧？虽然太后还未见过你，但你有如此孝心，想必太后知道也会开心的。走吧，进去吧，在门口杵着做什么？听到皇上的话，江如月脸上的得意更甚。皇上真是料事如神，臣妾此行就是为了太后娘娘来的。太后娘娘早年辛苦，如今皇上忙于政事，臣妾也想替皇上向太后尽尽孝心。只是臣妾今日前来，竟有无耻妇人冒充太后，欺辱皇家尊严，臣妾这才耽搁了些时候。听到江如月的话，皇上眉心一跳，哦，在这青鸾村还有人敢冒充太后，还好皇后今日提早到来，否则以太后爱民的性子，定是不愿从重处罚的。但太后心软归心软，总不能被旁人欺负了去。皇后今日此举立了大功，待到回宫之时，朕重重有赏。听到皇上的肯定，江如月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迫不及待拉着皇上进院子。一会儿臣妾就吩咐宫女将那贱妇带回宫。听闻太后娘娘就喜欢这贱妇做的果子，臣妾留了她一条命，一会儿就把她押着回宫，待她做完果子，就治她个僭越之罪。一介商妇也敢冒充太后。江如月此话一出，皇上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。商妇果子，江如月以为皇上没听明白，更加卖力的解释，是啊，皇上，难道皇上今日来此不是为了接臣妾的吗？太后娘娘喜欢此处的果子，臣妾听闻这是特意来此处讨果子，谁知居然遇见两个疯妇。不过皇上放心，做果子的那个疯妇臣妾留了他一条命，死的那个疯妇无关紧要。就在这时，我张嘴狠狠一口咬向捂住我嘴的那只手，侍卫吃痛，一时松开了手。我趁着这个间隙，冲着皇上的方向唤出了声子渊。我一出声，皇上身子猛地一怔，随即疯了般推开挡住我的侍卫们。在看到锦桃的尸体和鲜血累累的我以后，皇上颤抖着伸出手指向我，这是什么？江如月满脸得意，看向我的眼神中写满了不屑。皇上，这就是臣妾跟你说的贱妇，就是他们俩居然敢冒充太后，这世间谁人不知太后正在行宫休养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村子里？要不是太后娘娘喜欢这丰富的果子，臣妾早就一见了解了她，让她跟这个丰富一道上路。江如月话音刚落，皇上便咬着牙开口，好得很啊，好得很，朕的皇后可真是好样的。江如月见得到皇上的夸赞，看向我的眼神更是得意，可见我还抱着锦桃的尸体。江如月上前猛地一掌甩在我脸上，你这个贱妇还抱着这个死人尸体做什么？不嫌晦气吗？本宫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太后娘娘的面子上，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站在你面前的可是当今圣上，你居然敢不行礼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这次他的话还没说完，皇上便一把将他拽开，随即猛地跪倒在地，不发一言。见皇上下跪，他带来的一行人纷纷跟着跪下，不敢吱声。江如月被皇上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，只能跟着跪下，嘴里还不停劝慰皇上，这是怎么了？身子不适吗？怎么突然跪倒了？太医呢？太医，皇上可是忧心太后娘娘的果子。皇上放心，臣妾没有伤到这贱妇的手，断不会影响她给太后娘娘做果子。李公公猛地开口，喝止了江如月接下来的话。皇后娘娘莫要再口出妄言了，这不是什么贱妇疯妇，这是当今太后，是隐居在此的太后娘娘。今日咱家陪着皇上出宫，就是为了接太后娘娘回宫的。听到李公公的话，江如月面色微狰，却还是嘴硬着开口，这贱妇一身粗制麻衣，在这村子里开间小茶馆，怎么可能是太后娘娘？李公公，你莫不是在宫里待久了，老糊涂了吧？皇上还没开口呢，你一个公公。江如月接下来的话没再说出口，因为他已经看到皇上泪流满面，朝着我爬了过来。母后，母后，是儿臣来晚了。母后，您快看看儿臣，您看儿臣一眼，您跟儿臣说句话，求您了母后，让太医来看看您的伤，您的伤口在流血。我抱着怀中渐渐冷去的锦桃，两眼无神地看向面前的皇上。子渊，你看看，你快看看，这是你锦桃姑姑，当年先皇说要封她为郡主，她不愿意，非要陪我留在那深宫中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幼时最喜欢缠着锦桃姑姑，无数个深夜都是锦桃姑姑讲故事哄你睡着的，怎么临了，她要忍受你妻子的辱骂，要死在你妻子的剑下。子渊，你告诉我，这究竟是为何呀？听到我的话，皇上两眼通红，似乎下一秒就要落下泪来。母后莫要伤心，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来晚了，您放心，朕绝不会放过今日伤你们之人，无论他是谁，都绝不放过。母后，您伤口在流血，您跟我回宫吧，求您了母后。不知是不是失血过多，我控制不住身形一晃，好在皇上扶住了我。下一秒，皇上直接起身，将我打横抱了起来，冲着身后一行人怒吼：宣太医，宣太医！江如月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，整个人站在原地瑟瑟发抖。皇上，皇上转过身，怒视着面前的江如月，马上让令旗将军进宫，居然敢伤了当朝太后。江如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
的，这立后大典也不必再办了。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慈德宫，不知道睡了多久。醒来时只觉得嗓子干得厉害，我习惯性开口：“锦桃，拿水来。”我话还没说完，一杯水便递到了我跟前。可我也同时意识到，锦桃已经不在了。我循着这只伸来的手望去，是一直为我守着慈德宫的大宫女双嬷嬷。双嬷嬷用勺子润了润我的嘴唇后，将我轻轻扶起，靠在她边，生怕碰到我肩上的伤口。我这才看清，我她边正跪着一个身影，望着那挺拔的背脊，我轻轻叹了口气：“起来吧，但启将军，一把年纪了，别跪着了。你与先皇关系胜似亲兄弟，他早允了你，不必行跪礼，你又何必跪哀家？哀家知道你今日来的目的，你起来说话吧。”可江苍却没起身，只是重重给我磕了个头。太后娘娘，今日微臣前来，就是为了给小女求一条活路。这些年我征战南北，为本朝立下赫赫战功，我也从未开口求过你什么，只这一次，求太后娘娘高抬贵手，看在先皇的面子上，放过小女。我只是望着她边那道身影，心中只剩悲凉。自小一同长大的情谊，战场一同出生入死的情谊，桩桩件件都好似还在眼前，可他却口口声声用先皇的性命在压我。见我久久没有开口，江苍重重的再次磕了一个响头。这次的事是我家如月做错了，罪臣便无可辩。太后娘娘若是当真要怪罪，就通通怪罪在我身上吧。是我久在沙场，对她疏于管教，若是太后还不解气，那便革了我的职罢了。我的官实在不行，就砍了我的脑袋。江苍的话步步紧逼，他在逼我，用以往的功绩，用先皇的性命逼我。我猛地一拍他边，动作牵扯到了肩上的伤，可我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。江苍，你真当哀家不敢动你吗？你有功在身，这些年官职、府邸、封地，哪样先皇没有给你？甚至你有了女儿，后位都早早给你女儿准备着，你何苦再用以往功绩对哀家多以威胁？今日他要当真知错，今日跪在这儿的人就该是他，而不是你。江苍被我的怒气吓到，一时竟没再开口，肩上的伤口崩开，鲜血又汩汩溢了出来，可我却没有理会。一旁双嬷嬷的惊呼声，眼神直直地看向还跪在我面前的男人。你看他哀家肩上的伤，要不是在战场上练出的身手，让哀家下意识躲开半寸，江如月这一剑会要了哀家的性命。是啊，你有时间让女儿学得一手好武艺，却没有时间让她学会如何珍爱百姓、体恤下人吗？这样的女子怎能母仪天下，怎为六宫之首？你可曾记得锦桃？当年先皇与你和哀家三人上战场，你忘了锦桃是怎么为我们疗伤，怎么把将死的我们从战场上拖回来的吗？看到我情绪失控，伤口冒血，江苍急切地开口：“太后娘娘。”可我没有给她插嘴的机会，自顾自开口。可这样的锦桃却被你女儿一口一个贱妇辱骂着，最后死在了你女儿的剑下。江苍，你告诉我，哀家如何饶恕你的女儿？哀家如何接受你如今跪在哀家面前，用从前的情谊要挟哀家？江苍嘴唇挪了半天，最终也没再开口，而是弯下了他挺拔了一生的脊梁，一个接一个地朝着我的床榻磕头。就在这时，皇上从门外小跑着进了屋。母后，母后，听闻您醒了。他的声音在看到我肩上汩汩流血的伤口后，猛地停住了，随即他拔出了我墙上展示的先皇佩剑，剑指还在地上跪着的江苍。燕齐大将军，朕早已言明，如月的事交由刑部彻查，今日你来逼我母后是何意图？我不管你们上一辈之间的纠葛，我只知道谁若伤了我母后，我绝不原宥。天子之怒，朝臣如何承受？江苍在这一刻才终于明白，不管是在我这儿还是在皇上那儿，这件事都无法善了了。他跪爬着爬到我榻边，扶着我的他苦苦哀求：“罪臣求求你了，太后娘娘，你就放过如月吧。罪臣这一生就这一个女儿，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换如月一条生路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如月。”说到最后，江苍哭得泣不成声，几乎要扶不稳我的他。我终是不忍心再看他，将头偏向了一旁。皇上勃然大怒，唤来门外的侍卫：“来人啊，将印骑大将军押下去听候发落。若大将军再求情，便将他送到宗人府去，以包庇之罪论处。再把太医请来。”母后的伤口又流血了，直到被侍卫拖出去。江苍的痛苦求饶声还在寝宫上空回荡：“太后娘娘，罪臣求太后娘娘开恩啊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！”声音越来越远，直至再也听不见。太医重新包扎过伤口后，我看向坐在一旁面色铁青的皇上。大将军岁数大了，地劳阴湿，他早些年在沙场上留下的旧疾不少，他受不住的。这几天刑部在彻查，他出宫回府也不合适，就把他暂且安置在偏殿吧，莫要伤了他。刚刚那副景象，先皇也不愿瞧见。皇上还想说什么，我摆了摆手：“江如月的事，一切当按律法处置。至于旁的江如月一人之罪，或不连全族，给大将军一个治家不严的惩处，便够了。下去吧，哀家罚了。兴许是皇上下令，不许人叨扰。接下来一连数日，除了皇上每日问安，无人再来扰我养伤。这日一大早，双嬷嬷照例服侍我洗漱，我瞧着外面日头不错，笑着开口：今天日头不错，一会儿你陪着我去院里转转吧。这都10几日了，再不出去，哀家都快发霉了。瞧着双嬷嬷一脸的不赞成，我赶忙开口：放心吧，我绝不走远，就在小院里转转，赏赏花，晒晒太阳。好不容易说服了双嬷嬷，可我刚一出门，一个身影便冲破了门外宫女的阻拦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：太后娘娘，臣妾真的知错了，太后慈悲，求求太后娘娘放过我和我的家人吧。我定睛一看，来人正是江如月，她跪在我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：求求太后娘娘了，放过我，放过我爹爹吧。我那日是当真不知，您就是太后娘娘，要是我早知道，给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对您不敬。求求太后娘娘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冷哼一声，瞥了一眼江如月，据我所知，你现在理应被禁足府内，等待刑部的调查结果。如今这般擅闯宫闱，更是罪加一等。你说你当日不知我是太后，哀家难道没有一开始便告知你我的身份吗？是你自己不信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不是太后，你就可以草菅人命，想杀便杀吗？江如月一怔，哭得更是厉害：太后娘娘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那日爹爹进宫后就再未回府，我实在担心的厉害，此事并未酿成大祸，不是吗？我爹爹乃一代朝臣，是开国将军，万不可受了我的牵连。至于锦桃姑姑，那只是一个下人，来年我多多给她供奉便是。听到这儿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狠狠一掌向了江如月：你口口声声说你知错。
错了，可你字字句句还在看不起别人。锦桃于我而言不是下人，她是我妹妹。你爹爹在马背上厮杀下这江山，保一方百姓安居乐业，就是让你今日这么嚣张跋扈，不把百姓放在眼里的吗？双嬷嬷见我气急了，赶忙为我拍背顺气，生怕我再牵动到伤口。我双手颤抖着指着地上的江如月，怒斥：你是高门女子，更是差点母仪天下的皇后，在你眼里更该爱护百姓，珍惜草木。可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口口声声士农工商，口口声声贱婢下人，你简直不知悔改！你赶紧滚，给哀家滚出去！说完这些话，我不想再看他一眼，正想转身回寝殿，谁知江如月却忽然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手握一把匕首朝着我直直冲了过来。既然你不给我将军府活路，那我们便一道下地狱。黄泉路上有太后给我作伴，我也算值了，我杀了你！他话音还未落，一柄长剑已刺穿他的胸膛。江如月睁大双眼，缓缓低头看了一眼胸膛，沾染着鲜血的血红长剑，最终双目未闭地倒在了我面前。我这才看清，持剑之人正是江苍，而站在他身边的正是一道前来的皇上。皇上赶忙跑到我跟前，细细打量着我，母后可有受伤？朕和将军听闻江如月进宫，便急匆匆赶来了，还好来得及，还好母后没有受伤。江苍双眼一通红，眼神直直地看着江如月的身体，他站在原地，还保持着握剑的姿势。好半晌后，江苍缓缓跪在我面前，双手抱拳，哽咽着开口：是臣教女无方，此番他的下场是他应得的。罪臣无颜再面对皇上和太后，罪臣愿以死谢罪，换皇上和太后一个应允，请全了罪臣这颗拳拳爱女之心，给他留一个拳师吧。皇上上前一步，正想开口，我握住了他的手，阻止了他的话。我看向面前早已年过半百的江苍，看着他鬓角生出的白发，我眼眶一酸，终是点了点头。江苍双眼含泪，朝着我重重磕了个头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江苍抱起地上江如月的尸体，一步步朝着宫门走去。看着那个苍老的背影，我强忍住眼眶的酸涩，看向皇上，待江如月的后事处理好，你替哀家向大将军府传个话，要是大将军愿意，他还是本朝的功勋，邓齐大将军；要是他不愿，便准他告老还乡吧。